中共何时会倒台？习近平如果下台，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终结？毕竟，没有一个政权能永远稳如泰山。历史上再强大的朝代也有兴衰时。那么，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超过70年的红色朝代，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呢？首先，我们不妨把目光拉回过去，看看中共政权曾经历的几次生死存亡关头。因为了解过去如何渡劫，才能推测未来如何演变。1949年中共建政后，可谓一路颠簸，从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，到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，任何一次剧烈折腾都可能让国家陷入崩溃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中共硬是撑了过来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过饿殍遍野，也体验过全民政治狂热，但政权本人却如打不死的小强，幸存于一次次危机之中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信息封闭，人民再苦也找不到替代力量。更关键的是，党的统治机器足够强硬，哪怕民生多困难，只要枪杆子稳握手中，政权就不会立即垮台。毛时代末期，国家虽然千疮百孔，但中共仍维持着对社会的全面控制。真正第一次逼近中共崩溃边缘的时刻，出现在毛去世之后。1976年9月，毛泽东去世，这位掌舵中国近30年的红色皇帝走了，国家仿佛进入群龙无首的危险期。毛临终前没留下明确的接班人，反而由妻子江青领衔的四人帮跃跃欲试，企图延续极左路线。当时中国经过文革已是民不聊生，如果四人帮接班，继续那套折腾，全国很可能陷入更大混乱，中共政权说不定就崩盘了。然而现实再次反转，就在毛死后不足1个月，党内元老们联手发动宫廷政变，一举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帮成员。这场闪电行动如同给濒临失控的红船稳住了舵。随后，务实派的邓小平崛起，结束了极左年代，带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。中共成功地在悬崖边拉回了一条腿，既保住了执政地位，又通过政策转向避免了国家继续内耗。1976年的权力更迭是中共生死存亡的一次大考，结果他以一次神转折过关，靠抓四人帮祭天，党保住了自己。度过文革劫难后，中共于80年代进入所谓改革开放黄金期，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，让人民松口气，政治上则依旧坚持一党专政，绝不松手。这种松经济、紧政治的路线，一时让国家活力大增，也让共产党统治看似稳固。然而，人在安定之余就会思变，经济发展带来新观念，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讨论民主和自由。这股思潮终于在1989年汇聚成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，上百万群众走上街头，高喊反腐败和政治改革，连北京的年轻人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改变。中共执政40年来，从未面对如此严峻的群众挑战，一时间风雨飘摇，仿佛大厦将倾。当时国际上许多人断言，苏联东欧的变革风暴已经吹到中国，中共恐怕难逃下台命运。然而历史再次出现惊人逆转。6月初，执政集团下令军队进城清场，硬是以武力血腥镇压了抗议人群。那一夜，枪声坦克声震动了世界，也震碎了无数人的梦。数千名爱国学生的鲜血换来的是中共政权的续命，残酷却事实。这场6·4事件成了中共的一次续命符。经此一役，党内强硬派彻底掌控大局。他们汲取的教训是，绝不允许政治松动，哪怕付出流血代价，在大难临头时挥刀斩乱麻，让世界看到中共骨子里的冷酷一面。6·4之后，中共表面上度过了危机，但其合法性和国际形象遭受重创。如何重新稳住人心，恢复统治基础？邓小平选择了一条看似矛盾的自救之路，政治上强硬不改，经济上更加大胆开放。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抛出著名论断：发展才是硬道理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换言之，只要人民能挣钱，日子红火些，他们或许就无暇再谈民主了。这招相当奏效。90年代起，中国经济一路腾飞， GDP 年年2位数增长，沿海城市高楼拔地而起，
全民沉浸在发财致富的热情中，钱包鼓起来了，政治话题冷下去了。许多老百姓回想89风波，难免百感交集。虽然政治改革梦碎，但换来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，生活改善了，似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就这样，中共以经济红利成功换取了统治红利。西方有专家称这种模式为威权体制的经济合法性，说的就是中共在90年代靠经济成绩重新巩固了执政基础。甚至有人戏称，中共并非被人民选票选择，而是被人民钞票豢养。只要能让大多数人过上比昨天更好的日子，他们就默许你继续统治。然而，历史不会永远风平浪静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的巨变始终像阴影般挥之不去地刺激着中共神经。苏共一度是与中共并称的老大哥执政党，存在了70多年，却在几个月内轰然倒下。这个例子让邓小平到后来的江泽民、胡锦涛们时时警惕，千万不能重蹈苏联覆辙。所以在90年代经济搞活的同时，中共也绝不放松意识形态教育和舆论控制。他们一面大肆宣传中国崩溃论是西方的痴心妄想，嘲笑那些预言中国要垮台的观点，另一面又内部下达文件，要求全党研究苏联解体的教训，以防亡党之患。习近平后来多次在内部讲，苏联那么大的党说没就没了，竟然党内连个男儿站出来抵抗都没有，言下之意就是要以苏共为鉴，引以为耻。中共可绝不能一夜崩盘。事实上，中国崩溃论早自90年代起就在国际上流行，许多西方学者、预言家轮番上阵，断言中共政权行将就木，只差临门一脚。最著名的莫过于美籍华人作家张家敦，他在2001年出版《中国即将崩溃》一书，预测中共会在2011年前后垮台。然而时间证明，中共不仅没倒，还顺利办了2008年奥运，2010年 GDP 跃居世界第2，一副蒸蒸日上的模样，把这些崩溃预言家狠狠打脸。中国网民们调侃说，中国崩溃论崩溃了，甚至戏称张先生是乌鸦嘴，专门来搞笑的。对此，中共官方更是得意洋洋，逢机会就宣传自己成功粉碎了西方唱衰势力。然而，嘲笑归嘲笑，那些预言中国崩溃的论者真的全无道理吗？或许不是，只不过中共再度展现了其弹性生存的本领，该开放时开放，该强硬时强硬，总能在危机前转危为安，让外界一次次看走眼。有人将中共比喻为九命怪猫，每当别人以为他死定了，他却奇迹般多出一条命继续蹦跶。时间来到2012年，中共迎来了新的领航者习近平。起初外界对习寄予各种猜测，有人以为他会延续胡锦涛那种低调集体领导风格，也有人期待他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进行政治改革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习近平上台后迅速走出一条与前任截然不同的路。他发动反腐败运动，大批高官如撂麻雀般落马，党政军各个系统人心惶惶。当时老百姓拍手称快，终于有人整治腐败了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发现习反腐的同时，自己的权力也急剧膨胀。他扫除了政敌，架空了总理，打破了常委分权的规则，让决策大权重新回到一尊手里。习近平不仅成为党政军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，还通过修宪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，为自己长期执政铺平道路。这可是自毛泽东以来从未有过的壮举。邓小平当年为防独裁专制卷土重来，特意建立了任期制，没想到被习轻易推翻。自此，中共最高权力结构发生40年来最大的倒退，从集体领导回到了个人独裁的模式。许多观察家惊呼，习近平等于重走毛路，这会不会反而增大中共政权未来垮台的风险？因为历史上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往往脆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即损，领袖一旦出事，整个系统就可能崩盘。习本人显然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更加如履薄冰，不断强调维护核心，对党忠诚。然而，他越是集中权力，中共内部权力平衡越被打破，潜伏的危机和矛盾也许正在积蓄力量。在习近平的新时代里，中共表面上更加强大自信，但实际上内忧外患有增无减，
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看这艘红色巨轮出现的裂痕。第一道裂痕，经济奇迹放缓，民生压力骤增，曾经让中共扬眉吐气的高速经济增长，近年明显失去动力。GDP 增速从2位数跌至个位数，甚至在2022、2023年一度陷入接近零增长的困境。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，巨头恒大、碧桂园相继暴雷，一堆烂尾楼让无数中产家庭积蓄付诸东流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有的省市财政紧张到连公务员工资都延迟或打折发放，引发体制内人心动荡。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失业潮。2023年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官方公布超过 20%， 创下新高。后来官方干脆停止公布此数据，可谓此地无银300两。上千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，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。找不到工作，买不起房，有些年轻人对未来感到无望，开始选择躺平，也就是甘于最低消费、最低工资，拒绝拼命卷入社会竞争。还有不少人研究所谓润学、取润、出国谐音，梦想着移民海外寻找出路。一时间，躺平、润这类网络热词盛行，反映的正是一种对现状的失望与对中共执政前景的不信任。经济不景气也直接冲击民生，老百姓手头紧，消费疲软，企业利润下滑，又引发裁员恶性循环。可以说，以往支撑中共稳定的经济支柱，如今正在动摇。当钱包缩水时，人们难免重新审视政权的表现。过去那套经济换自由的隐形契约，你让我生活变好，我就不问政权正当性，正在失效。这对中共而言是极大的潜在危机。第二道裂痕，高压统治虽维持稳定，却激起更大反弹。习近平上任后，在内政上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和全面控制，可谓无孔不入。从严控言论网络到大搞个人崇拜，从在党内要求2个维护，到在全民开展爱党爱国再教育，一套组合拳下去，全社会又闻到了些文革遗风。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少数民族和边疆的控制。新疆地区推行严酷的所谓再教育营政策，数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关进集中营接受洗脑改造，引发国际谴责。香港原本自由开放，在经历2019年反送中大示威后，北京直接祭出港区国安法，将异议一网打尽，硬生生把香港变成另一座内地城市。这些强硬措施的确在短期内杜绝了麻烦，新疆没有恐怖袭击了，香港街头也没有抗议者了。但长远看，这种高压手段带来的后果是民怨暗潮涌动。新疆和香港表面平静，内心离心离德，各地民众看在眼里，也更加噤若寒蝉。然而，民怨并不会永远沉默，只是缺乏引爆契机而已。2022年底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白纸革命证明了这一点。当时中国各城市因为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，早已民怨累积，一起意外火灾成了导火索。在新疆乌鲁木齐，一栋居民楼因封控门窗导致救援不及，造成多名居民罹难。消息传开，引发全国共鸣，各地年轻人自发举起白纸走上街头，抗议过度防疫对自由的侵犯。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地，竟有人大胆喊出“共产党下台，习近平下台”的口号。这是自1989年以来，中国民众首次公开要求最高领导人下台。虽然参与人数不算多，但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出现如此场景，可谓天方夜谭般的奇景。白纸革命最终在严寒的冬夜中被警察驱散，许多抗议者受到秋后算账。然而，它带来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结果：习近平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被迫放弃了清零政策。短短数日内，当局态度180度大转弯，全面解封，从严防死守变成躺平放开。仿佛过去3年的防疫苦难只是一场梦。这一突然转向让许多人措手不及，也引发了医疗挤兑和染疫死亡高峰。但不管后果如何，事实是中共政权少有的向群众情绪低头了一回。多年来头一遭，官方政策明显是被民间反弹给倒逼改变了。白纸革命像是一道细细的裂缝，让我们窥见了铁板一块的集权体制下，也潜藏着民心思变的强大能量。第3道裂痕，党内暗流涌动，
权力斗争渐露凶相。表面上看，习近平在中共20大成功连任总书记，权倾朝野，习家军人马掌控要害部门，仿佛再无人可撼动他的地位。然而，权力集中到极致，往往伴随着极度的不安全感。近年来，中南海内部频频传出异常动向，多名高官的突然失事与离奇事件耐人寻味。2023年年中，外交部长秦刚离奇失踪，先是宣称因健康原因缺席国际会议，随后再无露面，最后官方宣布将他免职。一位国家级高官就此在人间蒸发，内情至今诸多传闻。紧接着，曾经深受民众喜爱的前总理李克强在10月被曝突发心脏病去世，年仅68岁。李克强之死同样疑点重重，他刚卸任总理不久，身体一向硬朗，突然暴毙令人唏嘘，但官方没做任何深入调查便草草火化，许多人怀疑其中是否另有文章。更惊人的是，国防部长李尚福8月公开露面后也悄然消失，后来证实已被免去职务。再加上之前的前防长魏凤和、火箭军司令等一众将领接连出事，短短数月内，中共军方高层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。有媒体统计，自习近平执政以来，已有超过120位副部级以上高官非正常下台，或被查处，或神秘死亡，或下落不明。这其中还包括多名手握重兵的将军。一时间，政坛诸侯人人自危，宫廷传闻四起。到底是习在先发制人铲除异己，还是党内斗争白热化导致你死我活？无论真相如何，至少说明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反而可能暗藏分裂与反对势力。习近平看似权倾天下，实则背后如坐针毡，担心敌人在暗处伺机而动。有传言指出，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防范政变和警惕军中两面人，甚至在地方考察时也要求学习过去枫桥经验，鼓励群众互相检举监督。种种迹象显示，他对身边所有人都不信任，仿佛陷入极度孤家寡人的境地。还有小道消息称，就连习的母亲齐心都曾劝他适可而止，考虑主动退休以保平安。当然，这类传闻无法证实，但他们的流传本身说明了权力斗争已成坊间话题。要知道，在毛邓时代，民间哪敢妄议最高领导人生死？如今连习下台与否都成了茶余饭后谈资，足见其统治权威其实并不稳如表面。中共内斗传统由来已久，只是以往高层有邓小平那样的太上皇从中斡旋，总能维持权力平衡。现在习近平把持朝政10余年，党内既无制衡力量，也缺乏接班人选。一旦他身体抱恙或威信下降，各派势力很可能为保自身利益而撕破脸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当一个集权政体开始高层内斗时，往往就是走向崩溃的前兆。苏联解体前也出现过几次政变未遂，虽然现在看中共高层还在维持表面团结，但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怀疑，权力火山口已经在冒烟。如果哪天火山真正爆发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第4道裂痕，精英阶层用脚投票，对政权前景信心不足。中共执政多年，积累了庞大的权贵阶层，他们想尽特权富贵，也被视为政权最坚实的支柱。然而，俗话说，其兴也荣，其亡也速。这些荣华富贵的既得利益者，其实往往是最敏感的风向标。近年来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趋势是，不少中共权贵和富豪都在为自己寻找后路。大量高官家属早已移民海外，拥有外国护照或绿卡，红二代、富二代们成群出现在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的豪宅区。他们一边口里高唱爱国主义，一边却把妻小财产转移出国，被网民戏称为爱国爱党，子女在外，强国强军，资产在外。这些动作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显，就连体制内最清楚内幕的人都未必看好中共长期执政的前景，至少不愿意把自己子孙的未来完全压在中国。毕竟真到了天下大乱之时，金钱和护照就是他们逃出升天的保险绳。更有趣的是，有统计显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通过投胎离开中国的权贵子弟数以万计。所谓投胎，就是干脆在海外生育子女，拿到外国国籍。试想，中共天天宣传要对抗西方，
但自家高官却迫不及待让孩子成为西方人，这不是对自己国家未来没信心是什么？普通百姓或许不清楚这些内情，但稍微接触权贵圈的人都知道内幕，也因此对中共的未来多了一丝警惕心理。如果真有风吹草动，这些年富力强的权贵恐怕跑得比谁都快，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广大老百姓收拾。精英阶层的出走无疑会进一步削弱中共的统治韧性。试想，当年的蒋氏政权在大陆崩溃，很大原因就是许多官僚将领早已心生去意，消极应付，自己留好退路，导致政府军队战斗力骤降。一旦有类似情况发生在中共体制内，其崩溃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。综合上述，我们看到中共现今的处境：经济下行，民怨暗涌，体制高压引反作用力，党内斗争潜滋暗长，精英信心日渐流失。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个都颇具杀伤力，更何况它们还在同时发生，相互交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此多危机缠身，中共什么时候会倒台？会以何种方式倒台？习近平下台是不是那致命一击？这些问题就像烫手的山芋，很难有确切答案。但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几种可能剧本，用轻松的脑洞一探未来。请各位发挥想象，以下场景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算我预测准确。来，让我们进入脑补模式。剧本 A： 经济崩盘引发民变，政权不战自垮。在这个路线中，经济问题终于积重难返。某个年份金融危机突然爆发，房地产全面崩溃，银行挤兑四起，股市债市雪崩，大批企业倒闭，失业人潮汹涌而至。政府试图印钞救市，却适得其反，引发恶性通胀，民众手中积蓄化为废纸。城市里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因财富蒸发而走上街头抗议，农村农民因收成销路断绝也揭竿而起。全国各地骚乱此起彼伏，当局调动武警和解放军四处救火，但此时基层政权早已财政破产，官员失去统领能力，不少底层警察和士兵自己也是受害者，干脆袖手旁观甚至倒戈。于是局面逐渐失控，中央对地方失去指挥，各省市各自为政，某些改革派干部临危受命，与民众代表协商，建立临时权力机构。在一片混乱中，中共中央发表最后一道号召稳定的讲话，却无人响应。最终，中共不得不宣布放弃政权，由临时联合政府接管国家，一代洪朝就此垮台。而这一过程几乎没有经历明显的权力斗争，纯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经济。这种结局有点像1989年东欧剧变时的罗马尼亚等国，只不过中国规模更大，混乱期也许更长。但整体而言，剧本 A 属于百姓造反导致的政权崩溃。剧本 B： 内部政变夺权，党内改旗易帜。这一路线中，真正终结中共现政权的不是人民，而是党内的另一股势力。假设在未来某个时间点，习近平的政策引发党内极大不满，例如对外挑衅导致国际制裁深重，或对内瞎折腾激起精英恐慌，一群党政军高层暗中结盟，决定先发制人，把习拉下马。他们可能利用习外出视察之机，调动亲信部队包围中南海，控制中央电视台和通信中枢，在全国发布公告，宣称重大人事变动。类似当年华国锋抓四人帮或苏联819事件那样的场景重现北京。习近平本人被软禁或者病逝的消息传出，新领导人走上前台安抚民心。这批接管权力的党内救火队很可能迅速宣布一系列纠错措施，批判习时期的极左路线，平反冤假错案，适度开放舆论，改善与西方关系，刺激经济复苏等等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切割习的负面影响，保党救国。由于此次变局是高层主导，社会秩序尚能维持，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感到如释重负，仿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风又要吹来。一时间，没有了习核心的共产党看似重新焕发活力，逃过一劫。但是剧本 B 仅仅代表中共换人不换制度，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垮台，顶多算政权更迭。类似1976年毛死后华国锋执政几年，党还是那个党，只是政策路线调整。然而这种逼宫换帅能否挽救中共是个大问号。
正如苏联的戈巴契夫，他本想通过改革保存共产党，结果却反而加速了解体。如果未来中共内部出现中国版戈巴契夫，试图以较温和方式转型，那么党的统治可能会因失去高压而迅速土崩瓦解。毕竟积压多年的社会问题一旦放松管制，可能像洪水般倾泻。所以剧本 B 的结局还可以细分，也许中共通过内部调整续命多年，也许改革失控走向民主选举，党失去执政地位。无论如何，习近平个人的下台在此场景中并非党的终结，而更像是政权自我调试的一步棋。剧本 C， 意外事件引爆革命，政权轰然倒下，这是最戏剧性也最难预料的一种。历史往往被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黑天鹅事件改写，比如一场大型天灾、特大地震、洪水，处理不当引发民怨沸腾，或者一起官民冲突演变成全国性骚乱，又或者中国在对外冲突中失利，例如武统台湾战争受挫，军心民心骤变。在这种情境下，中共政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丧失权威，各地群雄并起。最经典的比喻莫过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一点火星就可能点燃干柴。一位突发事件的烈士可能成为全国抗争的号召象征，一支临时组织的地方武装可能攻占几座城市。当年清朝末年，四川保路运动的一次镇压，激起武昌起义的炮火，没几个月，满清皇帝就被赶下龙庭。革命来临时往往出乎意料，又迅雷不及掩耳。如果这一幕发生，中共高层可能措手不及，根本无法有效调度镇压，或者军队内部就已四分五裂。而习近平作为最高领袖，在这种大变局中，要么迅速被革命者逮捕处理，要么远走他国寻求庇护。假如来得及的话，政权垮台后，中国进入混乱期，各路势力博弈新的国家方向。这种剧本 C 下，习近平的下台与共产党终结几乎是同时发生的，两者紧紧绑定。可以说，习本人就是最后一任中共最高领导人，他的倒台标志着党的灭亡。这对一些反共人士来说，或许是最爽快的大结局，但对中国老百姓而言却充满风险，因为巨变往往伴随社会动荡，甚至流血。就像100多年前清朝垮台进入军阀混战，30多年前苏联解体经济崩溃，集权瓦解的瞬间，很多压抑的矛盾反而会突然爆发，给人民生活带来阵痛。当然，长远看，只有经过这阵痛，社会才可能重建秩序。剧本 C 不一定是好是坏，但绝对是戏剧性最强，历史书上读来最震撼人心的一幕。以上3种脑补剧本，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未来？也许三者的元素会混合登场，经济困局加速党内分裂，民间抗议助攻政变成功，或者高层政变未遂引发民变。现实走向往往比虚构更复杂。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中共政权目前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节点，仿佛站在新旧时代的分岔路口，一边是想极力维持旧体制，一边是内外交困推着它改变，不进则退，不变则亡。习近平作为掌舵人，其选择和命运势必与共产党生死严密相扣。很多人问，习近平下台是不是中共的终结？这要看他下台的方式和时机。如果他是寿终正寝，事地功成身退，比如仿效邓小平在权力顶峰主动交班，那中共很可能安然换代，新领导继续执政，党照样运转。只是这种可能性极低，因为习并未表现出主动退位的意愿。如果他是被政变逼宫下台，那党或许暂时保留下来，但内伤难免需要面对后遗症，内斗撕裂、威信重建等。而如果他是因革命起义下台，那多半就是共产党整体垮台之时。正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，换的就不只是领导，而是整个制度了。现实中，更多人押注的是第二种，也就是党内在某个关头弃车保帅，抛弃习以续命。在这个剧本里，习近平很可能充当了替罪羊角色，他下台时甚至可能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同志指责为路线错误、独裁专断，导致亡党边缘。到头来，他可能背负千古罪名，而中共巧妙切割责任后苟延残喘。历史上，组织为求生往往不惜牺牲个人，哪怕那个人曾是最高领袖，
毛泽东去世后，党很快把文革的账推给四人帮，自己抽身。戈巴契夫辞职后，苏共虽然垮台，但俄共很快改头换面，卷土重来，成为新的政党。所以习近平个人的下场和中共命运不一定同步。正如坊间一句戏言，没有习近平的共产党未必活不下去，但没有共产党的习近平必然活不下去。习深知这点，所以才死也要维护党核心，因为党没了，他就彻底失去靠山，而党若是丢车保帅把他踢开，说不定还能多撑一会儿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至今紧抓大权不放，甚至宁可得罪更多人，也要清洗潜在对手。对他而言，下台就等于失去人身安全，严重时甚至性命不保。在一个残酷的权斗环境中，退位从来不是一条光明生路，因此习近平大概率会继续掌权，直到出现他无力控制的变数。这个变数可能是自然的，例如健康问题，也可能是政治的形势逼迫。不过它的存在确实让中共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。有人说他是中共最后的守灵人，也有人说他反而加速了中共的灭亡进程。历史最终会如何评价，且让后人去揭晓吧。聊完现实的种种可能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神秘莫测的领域——预言与天意。毕竟中国历史讲究个天命，多少王朝兴衰都被附会种种传说预兆。那么，有没有古老的箴言预示着中共的命运呢？答案可能出乎意料，民间确实流传着许多关于共产党垮台时间的预言，而且不少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。这可就有意思了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我们且来盘点几个广为人知的传说。其一，被誉为东方诺查丹马斯的明朝预言家刘伯温，在多篇碑文和谶语中似乎提到了洪朝的末日。其中一篇旧节碑文早年就成功预言了2003年的 SARS 和2019年的新冠瘟疫。碑文里的晦涩诗句被附会为这两场疫情，神乎其技。而碑文最后提到，若得过了大劫年，才算世间不老仙，观过天翻龙蛇年。这里的龙蛇年解读为农历辰年和巳年，也就是公历2024年，龙与2025年，蛇仿佛是在说必须熬过这2年的大劫，世界才能重获新生。如果结合当下局势，许多人认为这大劫指的正是疫情及其后续影响。新冠瘟疫重创了中国经济和民生，而2025年前后可能就是劫难高潮，也是终结之时。一旦挺过去，就会迎来太平。那刘伯温暗示的似乎是中共可能倒在2025年前后，之后中国人才有新生活。听起来毛骨悚然吧？更神奇的是，刘伯温的另一著名预言《推碑图》中也有类似线索，其中一句难过寅卯辰4年，若要闯过这几年，就是活神仙。这寅卯辰4年指的正是2022年至2025年，换言之，2026年将揭开新纪元。如果中共能熬过2025，那真是成精了；熬不过，那就在此终结。其二，来自唐朝高僧黄檗禅师的一首预言诗，里头一句刚到金蛇运已中，也被解读为点明中共国运到头的年份。金蛇即辛巳年或乙巳年等等，有人直接对号入座为2025乙巳年。农历60甲子中2025对应乙巳，正是蛇年。意思是说，到了蛇年，共产党的气数就尽了。这与刘伯温的不谋而合，让信者更深信不疑。其三，更离奇的还发生在现代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。2002年，在贵州一处山谷中，一块2亿7千万年前的巨石从悬崖上崩落裂开。当地一位村支书在清理现场时惊讶地发现，石头断面上竟然天然形成6个大字。仔细一看，赫然是中国共产党亡。这6个字笔画工整，大小均匀，如同人工雕刻，但经地质专家鉴定，毫无人为痕迹，属于纯天然的奇观，概率可为1/1000000。消息传出后，当地政府反而把这块石头封起来作为景区招牌，宣传称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几个字，他们刻意略去最后的王字。官方媒体也报道了此救星时的发现，但只字不提那第6个字。有趣的是，老百姓私下早把石头真实字迹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多人视其为上天示警，
连大自然都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亡，这难道不是天灭中共的预兆吗？更巧合的是，据说最早发现此时的村支书名字就叫王国富，谐音王国富，似乎都带着某种宿命色彩。藏字石的存在至今是个谜，但它的字迹是实实在在刻在那里，任人解读。如今这块石头被罩在玻璃橱下，供游客观赏，想必每一个站在玻璃前读懂那行字的人，心里都会冒出相同的念头：难道共产党气数将尽？到底会是什么时候呢？除了上述这些，中外还有其他各类寓言，包括什么推背图、烧饼歌、印度少年寓言、中东寓言等等，版本杂陈，但许多都不约而同指向本世纪20年代中期是个关键节点。有心人甚至连西方占星术都搬出来，说中共从1949年建政开始算，77年国运，7是西方圣数，那么77年后是2026年，上下误差不超过1年，也就是2025或2026，听的人不寒而栗，仿佛是早已命中注定的结局。当然，而预言毕竟是预言，真真假假不足全信。那些年头早就有人笃信中共活不过70年，结果见证70余年了，他还在。也有人说过100年魔怪舞翩翩，一指中共100年必亡，结果至今仍健在。所以预言终究只是茶余谈资，不能据此下定论。可有趣的是，中共自己其实特别害怕这些天议论。习近平常讲马克思主义唯物观，嗤之以鼻，一切预言迷信，但他内心未必不介意。近年来一些高层动作仿佛就在为传说中的末日做准备，比如强化对军队的控制，更频繁谈及安全危机，重提居安思危等等。或许正如古人云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人算终究不如天算。如果中国真有天命一说，那中共是否将如历朝一样走向兴亡轮回，谁也无法改写。千百年前的先贤若真有洞见天机，那我们这一代人恐怕真的会亲眼见证某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发现了，不管从现实角度分析，还是从玄学角度推演，都指向一个相似的结论：中共政权并非坚不可摧，其结局或早或晚终将到来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再长寿的专制也很难超过100年寿命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已经104年，执政也有76年。无论比年头还是遭遇，中共都已走到一个历史高位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站在2025年这个时间点，展望未来10年，将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。习近平作为当代帝王，他的抉择和命运势必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。如果他继续现在的路线，硬碰硬扛下所有矛盾，也许某个临界点到来时，会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将红色政权炸得4分5裂。如果他奇迹般的改变方针，或退让权力，那中共也许能在调整中苟延残喘一段时间。但从目前迹象看，他不会轻易妥协，更不可能主动下野。那么，中共倒台可能更接近于突然巨变的模式。无论如何，中共和习近平都不会永远统治下去，这几乎是历史常识。我们这一代有很大机会见证到那一天。最后，我们不妨做个脑洞大开的想象：当将来某天新闻上突然传来北京发生重大变故，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执政的消息时，你会是什么心情？是欢呼雀跃，还是忐忑不安？这个政权的终结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？是灾难的开端，还是希望的新生？这恐怕比中共哪天倒台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每一个政权不管自诩多么伟大、光荣正确，终究敌不过时代潮流和自身缺陷。秦皇汉武、盛唐大宋，莫不如此，洪朝也不可能例外。习近平下台未必是共产党立刻垮台的临界点，但共产党垮台时，习近平肯定早已下台。也许将来回头看，习时代正是中共由盛转衰的分水岭。究竟结局如何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很多预言和猜测终将在未来10年内得到验证。到那时，不论结果令谁惊喜谁失落，我们都将见证历史的巨变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们刚才的探讨充满了猜想和八卦色彩，但历史有时就是在无数八卦中酝酿成真。
相信未来总有揭幕的那一天。正所谓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让我们静观这场红色剧目的走向。无论中共何时倒台，愿那一天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度过转型的巨浪，迎来更美好的新篇章。至于习近平和他的党到底能演到哪一幕谢幕，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吧。